一次不经意的调情，让古灵精怪的女生爱上了别扭的男生。在感情和理智之间，在心里燃起的爱火和羞于表达的倔强里，一步步走向了爱情的修罗场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部都市虐恋《Liar》。男主阿川是富二代，靠爸爸的关系进了大公司，日子过得挺潇洒。虽然他长得帅，很招女生喜欢，但他从来不知道啥叫真正的喜欢。在他眼里，恋爱就是短暂的热乎劲儿，婚姻更是利益交换。这天，他遇到了部门新来的女同事小莎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马上就要因为这个女孩彻底变了。小莎刚进公司，就凭着可爱的模样和热情的性格，成了公司的焦点。他对别人的追求都不在乎，一进公司就盯上了同部门的帅哥上条。他性格直爽，喜欢主动出击，经常对上条嘘寒问暖，可惜对方根本没反应。有意思的是，小莎为了掩饰自己的区别对待，小莎总是敷衍的顺带关心一下阿川。隔天，阿川中了彩票，邀请全部门同事吃饭。小莎一听上条会来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结果聚餐时听说上条来不了，小莎的热情一下就没了，对谁都不搭理。这种变脸技能让一向受欢迎的阿川很挫败，在男人那奇怪的好胜心驱使下，他动了拿下小莎的念头。聚会结束后，小莎礼貌地给阿川发了感谢短信。阿川趁机用惯用的情话向小莎出击。这条意外的短信让小莎有点不知所措，迟迟没回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川不断向小莎放电。原本一心追上条的小莎被阿川搅得心烦意乱，根本顾不上追上条了。因为分不清阿川是真心还是在逗他，小莎只能保持冷漠。正好今天和他谈业务的大公司千金小田情绪也很低落，阿川索性放下公事，打听起他的事。得知小田刚失恋，阿川觉得这是拉近两家关系的好机会，便展开温柔攻势，提出了交往。阿川回到公司，立刻把恋情分享给小莎，满心想着看他失落懊悔。没想到小莎完全不在意，让阿川心里很不舒服。其实小莎只是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。他努力不想阿川的恋爱，但越想越觉得不甘心，冲动之下给阿川发了告白短信。下一秒，小莎就后悔了。收到阿川的拒绝，他心里又莫名有点沮丧。就在小莎被阿川搅得心烦意乱时，最近被他抛到脑后的上条因为婚外情曝光选择了离职。临走前，他特意邀请一直照顾他的小莎吃饭告别。比起上条的丑闻，小莎更意外的是，知道他要走，自己居然这么平静。两人一起出门时，正好撞见阿川和女友小田在约会。虽然两拨人只是简单打了个照面就分开，但小莎和上条在一起的画面还是让阿川心里乱了。晚上阿川和小田分开后，急不可耐地给小莎打电话确认他和上条的关系。得知只是误会，阿川才松了口气，有些调侃地问小莎是不是还喜欢他。小莎被问得心里发虚，简单承认后就匆忙挂了电话。没想到刚挂断，阿川就发短信说要来找他。小莎理智上告诉自己不能和他过多纠缠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开始收拾屋子整理妆容。当阿川看到小莎害羞又可爱的样子时，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，情不自禁地吻住了小莎。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感情，第一次这么想和一个人在一起。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小莎在一起，阿川决定和小田分手，急匆匆的就走了。阿川没想到分手没那么简单，小田经历了上次失败的恋爱，完全把阿川当成了精神支柱，死活不肯分开。无奈之下，阿川只能再找机会。尽管分手没成功，阿川还是忍不住想见小莎，又来到了他家。阿川本想在处理好和小田的关系前尽量克制自己，但一看到小莎迷人的样子，仅剩的理智瞬间没了，只能任由自己和小莎亲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川一直想和小田分开，但一提到分手，小田就哭闹摔东西。阿川心里清楚，对方的精神失控都是因为自己当初不负责任的开始这段关系，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做出断。一向不向人倾诉的阿川选择把眼下的困境藏在心里，这让小莎误以为自己只是阿川和小田感情里的调味剂。每当阿川向她索爱，她又忍不住沉沦在缠绵里，幻想着他有一天会为了他和小田分手。就这样，两人维持着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过了1年。一直得不到承诺的小莎渐渐心灰意冷，减少了和阿川的来往。小田那边经过1年的拉扯，终于厌倦了阿川的冷落，选择放手。阿川还没来得及把这消息告诉小莎，就收到了他的告别短信。小莎打算换个环境重新开始，彻底结束这段纠缠。在阿川看来，感情里付出多的那方肯定伤得最深，他不愿主动挽留，天真的以为小莎会回来，结果这份骄傲让他尝到了苦果。这次和小莎分开一晃就是4年，即使分开很久，冥冥中好像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他们。这天，小莎意外得知公司要被并购，她可能要失业了。就在她打算另谋出路时，前公司领导听说了这事，决定趁机把能力强又好看的她挖回去。小莎以为4年过去了，
自己不会再因阿川心动，就接受了邀请。没想到回到公司后的第一项任务，就是和阿川一起出差。阔别4年，重新和旧情人近距离接触，突然加速的心跳让小沙意识到，他从未忘记对阿川的感情。当他从醉酒的同事口中听说阿川现在是单身，小沙心里冒出想和他重归于好的念头。其实想复合的不只是小沙，阿川也想借这次重逢挽回失去的爱情。他不确定小沙是不是也这么想，在入住酒店时试探着邀请他去自己房间，见小沙没反应，阿川怕自己想多了，就打趣说只是开玩笑，然后回了房间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小沙心里已经因为这句话又掀起了波澜。小沙知道阿川是在开玩笑，但又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借玩笑说真心话，整夜琢磨着阿川的意思，一直睡不着。第二天，阿川发现小沙一直没精打采，忍不住在下班回房间时关心他为啥这么累。这时小沙看着近在咫尺的阿川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把自己对阿川为啥没坚持邀请的猜疑说了出来。这下阿川再也忍不住4年来对他的思念，毫不犹豫地把他拉进房间，用一个霸道的吻堵住了他想求证的嘴，用这种蛮不讲理的方式表达自己憋了4年的感情。温存过后，小沙感受着阿川在他发间轻柔的手，心里的疑惑渐渐没了，过去的曲折和遗憾都成了此刻甜蜜的背景。可惜这份幸福感没持续太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沙发现阿川还是像从前一样，闭口不谈承诺，怀疑他只想和自己来一场短暂的感情。其实阿川只是性格别扭，不擅长表达，明明喜欢小沙，喜欢的不行。他不希望小沙和其他男人单独相处，但这些心思到嘴边，总是变成些口是心非的话，结果他的心意常被小沙误解。就像今天小沙被领导留下来加班，阿川主动说要陪他。工作结束后，领导提议请吃饭，阿川直接拒绝，转身就走，还盼着小沙能跟出来。看到小沙为了照顾他的感受拒绝领导，阿川心里其实挺开心的，但嘴上却故意问他为啥不和领导单独吃饭。情绪上头的小沙眼泪汪汪的反问阿川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他。阿川意识到自己太幼稚，把事情搞砸了，也不顾之前的什么原则，直接承认自己喜欢小沙。虽然说这种情话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别扭，但他愿意主动表达的态度成功逗笑了小沙。好景不长，两人的感情刚步入正轨，麻烦就接踵而至。最近公司来了个漂亮的新同事，叫小松。奇怪的是，他明明知道阿川和小沙在一起，还总是对阿川献殷勤，即使总被拒绝也毫不放弃。就在这时，阿川的爸爸川爸不知从哪听说了阿川的感情事，觉得是家境普通的小沙搅黄了阿川和小田的婚事，破坏了两家的联姻计划。川爸找到小沙，逼他和阿川分开。在川爸咄咄逼人的话语里，小沙逐渐意识到他和阿川之间有道难以跨越的鸿沟。犹豫再三，他决定忍痛放手，放弃这段不被祝福的爱情。小沙想着最后一次感受男友的温暖，一到阿川家就主动要拥抱，想把两人灵魂交融的瞬间刻进心里。隔天，阿川拿出准备已久的戒指求婚，他多想激动地说我愿意，但想起川爸的警告，只能痛苦地拒绝，强忍不舍离开了阿川家。小沙的离开给阿川带来巨大打击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正当两人的感情渐入佳境时，女友却突然离开。两人之间的异常被同事小松注意到了，他其实是川爸的人。为了确定两人分开，开始悄悄盯着小沙。另一边，小沙和阿川分开后频繁干呕，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一幕还被小松看到了。川爸从小松那里得知消息后，立刻约见小沙，说这孩子会毁掉阿川的家庭，劝他放弃。见小沙犹豫，川爸强硬地说第二天带他去医院。这一刻，小沙彻底迷茫了。第二天，川爸随口跟小松说起打算，惊得小松瞪大了眼睛，他没想到对方这么狠。他急忙把消息和川爸背后做的事偷偷告诉了阿川。知道内情后，阿川终于明白小沙为啥离开，赶紧冲到小沙家，正好撞见川爸和小沙纠缠不清。他啥都没说，直接把小沙护在身后，坚定地说要保护他和孩子，不顾川爸阻拦，他把小沙送回家安顿好。阿川温柔的安慰还惊魂未定的小沙，深情地说哪怕要和家人断绝关系，我也想和你在一起。这一刻，阿川真诚的表白让小沙心里有了答案。他也想和眼前的男人共度一生，但又不想让他和家人决裂。为了打消小沙的顾虑，阿川向爸妈表明了要和他在一起的决心。他这份痴情打动了妈妈。川爸因为自己出轨愧对川妈，在川妈的压力下无奈同意了这段恋情。经历种种波折后，阿川和小沙终于成了夫妻，明白真正的幸福靠的是彼此毫无保留的坦诚。他们相信只要愿意毫无保留的表达心意，再多坎坷也能一起迈过去。